2020年 NBA 选秀前，来自佐治亚大学的安东尼·爱德华兹口出狂言：“我能成为韦德，或者我能比他更棒。”然而韦德并没有生气，还将他钦点为自己心中的 NBA 状元。飞扬跋扈，绝不低头。从橄榄球到篮球，安东尼·爱德华兹如何一步步成为 NBA 状元？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安东尼·爱德华兹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3岁时，父亲赋予他 Ant-Man 蚁人的绰号。有趣的是，10余年后，漫威蚁人的电影正是在这里拍摄。亚特兰大位于美国南部，而橄榄球是美国南部最受欢迎的运动。年幼的爱德华兹自然而然地投身到了橄榄球运动之中。他效力于一支名为亚特兰大维京人的青年橄榄球队。10岁的时候，爱德华兹成为了全国最顶尖的跑卫。进入 NBA 之后，他用自己签名鞋的皮衣来纪念了这段经历。但是这位前途光明的橄榄球运动员却渐渐将重心转移到篮球上。虽然在橄榄球比赛之中表现出了天赋，爱德华兹从小也会一直参与篮球运动。早在7岁的时候，小爱德华兹就在别的孩子头顶飞来飞去。暑假的时候，如果没有橄榄球训练营，在外婆家的后院，爱德华兹会和哥哥们用篮球来打消时间。看着哥哥们打球的爱德华兹开始认为篮球是更有趣的运动。爱德华兹的其中一位哥哥 Bubba Edwards 是爱德华兹的篮球启蒙和追随的对象。如今他是华子最喜欢的说唱歌手，艺名 Be Different。 但当时哥哥是小安东尼篮球场上无法战胜的对手。终于他厌倦了输给哥哥，他决定好好训练。2015年，爱德华兹遇到了篮球道路上第一位指路人，也是自己日后多年的训练师贾斯汀·霍兰德。也正是在这一年，高一的爱德华兹终于可以击败自己的哥哥。霍兰德教练曾经也是一名球员，他同样来自亚特兰大。2004年 ESPN 史上第一次直播了一场亚特兰大的高中比赛，对阵双方是来自亚特兰大的全美第一中锋德华特·华德所率领的 Christian Academy， 以及同样来自亚特兰大全美第二中锋兰多夫·莫里斯所率领的 Landmark Christian High School。 而当时的霍兰德教练就是莫里斯的队友。之后霍兰德加入了D1学校 Liberty 利伯提大学，可惜表现平平。大学毕业之后，霍兰德回到了家乡亚特兰大从事篮球训练。他会训练亚特兰大以及周边地区最棒的高中生球员。霍兰德教练早就听说过安东尼·爱德华兹这一位橄榄球小天才。小爱德华兹与生俱来的身体天赋不可否认，但是在篮球方面，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完全不会投篮，需要从头学起。而霍兰德教练训练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保证正确的投篮姿势和球的旋转。他们先从篮下的投篮开始，连续投进几十球，再一点点向外线前进。整个高一，霍兰德教练没有让爱德华兹在训练中投过1记3分。尽管不会投篮，小爱德华兹仍然非常自信。Coach, if I learn how to shoot, I'm going to be the best player in the country. I'm going to be unguardable. 开始的时候，爱德华兹的训练态度还有一点懒惰，但是一起训练的球员都是亚特兰大地区的顶尖球员。这其中就有比爱德华兹大2岁的2017届5星高中生 MJ 沃克，他也是从橄榄球改打篮球。在前辈的感染下，爱德华兹开始在篮球上更加专注。高一暑假 U15 的比赛已经让爱德华兹有了一定名气，他能排到全美第45名，也成为了4星级高中生。2017年1月，爱德华兹决定从公立学校 Theriot 转学到私立学校 Holy Spirit Prep。Prep School 是一种和大学类似的高中，它能更好地帮助有志向成为运动员的高中生。很多球迷熟悉的佛罗里达的蒙特沃德和 IMG， 以及杰伦格林曾经就读的 Prolific Prep 都是 Prep School。Prep School 可以不受到地区和州的限制，和全国的学校交手，所以会吸引来更多的篮球新星。而在学业上也可以更好的和大学衔接。但转学也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首先，转学到 Prep School 意味着要去到更远的地方读书。2020期的顶尖高中生坎尼安就从德州的达拉斯来到了佛罗里达，而 Cooper Flag 更是从家乡美国最北端的缅因州来到了美国最南部的佛罗里达。而爱德华兹虽然没有离开亚特兰大，但他需要每天从亚特兰大的南部乘车穿过整个亚特兰大，到达城市最北边的学校。接送他的司机是家人的朋友班克斯叔叔。最初每天早上，班克斯会来到爱德华兹的姐姐家来接爱德华兹，他会尝试通过打电话或者敲门的方式把小爱德华兹叫醒。然而年轻的爱德华兹睡得很沉，有的时候他也并不会接电话，直到2个小时之后，爱德华兹才会承认自己睡过头了。如果爱德华兹不能准时起床，他们就不能赶在早高峰之前赶到学校参加训练。无奈之下，班克斯叔叔只好说服爱德华兹来自己家和自己一起住。这样的话，
他能更容易叫醒这个小瞌睡虫。然后在近35公里的路途上，爱德华兹会再睡上一路。转学的麻烦不仅仅在于路途，因为学业的问题，爱德华兹需要留级1年。他的毕业时间从2019年推迟到了2020年，也就是说，爱德华兹需要在高中念上5年。在篮球上，他从詹姆斯·怀斯曼所在的2019级来到了杰伦·格林所在的2020级。如果他想回到2019级，更早的毕业，更早的进入大学和 NBA， 他需要比别人完成更多学业的要求，上更多的课。但是在 Holy Spirit 高中，作为篮球明星的爱德华兹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如果他想打球，他就需要努力学习；如果他迟到了，他就需要被关禁闭。即使是和教练一起去求情，也不能改变老师的决定。在外人眼中，爱德华兹是一个成天笑嘻嘻的小瞌睡虫。爱德华兹的瞌睡是有原因的。早上5点，他需要接受霍兰德教练的私人训练；7点，他需要跟随校队训练；放学之后，他需要训练；晚上可能还要加练。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训练强度下，爱德华兹的数理化成绩居然还相当不错。I was so tired, man. Basketball in the morning, basketball at night. I was just tired. But if I didn't have basketball, I would be a scholar for sure. 而在爱德华兹的笑容之下，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14岁的时候，爱德华兹接连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和外婆。在父母不在身边之后，他的监护人是他的哥哥和姐姐，所以班克斯叔叔要去他姐姐的家中去接他。但是这一切，爱德华兹从来不提。他用笑容把这一切痛苦和艰辛藏在心里。他说 Never stop, never quit, keep going。 在这段艰难的坚持之中，爱德华兹慢慢绽放。2017年3月，和爱德华兹一起跟随霍兰德教练的师兄 MJ Walker 入选了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从此之后，入选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就成为了爱德华兹的目标。他开始更加专注训练。2017年的暑假，爱德华兹和萨迪克贝联手参加了 UA 的训练营，让更多人知道了自己。2017年的10月，爱德华兹入选美国少年队训练营，一同入选的还有西安、加兰、西罗、巴恩斯等人。来年的春天，爱德华兹帮助 Holy Spirit 拿下了州冠军，这是他们连续第2年夺冠。而真正让全美注意到爱德华兹的是2018年的暑假。2018年的暑假，爱德华兹再次参加了 Under Armour 的联赛 UAA 的比赛。他比其他任何孩子更强壮、更快、更成熟。除了极为劲爆的身体素质，他还有45%的3分命中率。在投进跳投之后，爱德华兹会看着霍兰德，向霍兰德教练炫耀自己的训练成果。That those gym hours, I can shoot a little bit now。但是霍兰德教练并不会满意。在拉斯维加斯的决赛之中，爱德华兹成为了 UAA 联盟的 MVP。在前来观看的各个篮球名校的教练面前，爱德华兹奉献了截至当时自己篮球生涯最棒的表现。比赛结束，有一位小球迷为爱德华兹索要了签名，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他居然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开始知道自己好像火了。回去之后，不到17岁的爱德华兹开始练习自己的签名。也许这就是球星卡上爱德华兹的签名那么好看的原因。之后的1个月，爱德华兹又与19级的顶尖高中生詹姆斯·怀斯曼、科尔诺尼、尼克曼尼恩、20届的顶尖高中生杰伦·格林一起受邀参加库里的训练营。在库里的面前，爱德华兹成为了训练营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球员之一。暑假的品牌比赛和训练营让爱德华兹知道，不论在19级还是20级的顶尖高中生面前，他都不落下风，他绝对具备了最顶尖的实力。而在学校的比赛之中，爱德华兹也是当仁不让的球队王牌。校队的教练 Ty Anderson 安德森教练曾经是佐治亚理工的球员，2010年 NBA 探花秀德里克菲沃斯的队友。而安德森教练的外公则是名人堂教练前马里兰大学的传奇教练 Lefty Driesell。在 NCAA 的历史上，他的总身长能排到历史第4。安德森教练将爱德华兹的视频发给了自己的外公，而外公将爱德华兹比作自己曾经的爱徒86年 NBA 榜眼伦白亚斯。他拿起手中的笔，为爱德华兹画了一个 floppy 战术，让爱德华兹可以通过一侧的双挡拆顺利接到球。在 Driesell 教练心中，这是为王牌球员所设计的战术。在 Holy Spirit 的2年半时间，他们连续2年取得私立学校的州冠军，也能和公立学校的豪强一较高下。于是，爱德华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年多之前，刚刚转学的时候，爱德华兹因为学业留级到2020级。在提升了自己的成绩和篮球表现之后，爱德华兹终于宣布，他会回到2019级，直接成为一名高4的学生。回到2019级能让他更早毕业，进入到大学，甚至是 NBA 中。就在爱德华兹宣布自己的跳级决定，宣布自己来到2019级的之后1小时，19年的全美第1高中生詹姆斯·怀斯曼也宣布了他的择校选择，他将会加入便士·哈德威所率领的孟菲斯大学。
几个月之前，爱德华兹还排在2020级的20名开外，而现在尽管来到更年长的2019级，他已经被排在了各个媒体排名的前5名。在24期体育的榜单中，爱德华兹甚至把怀斯曼从第1名顶到了第2。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事情同时发生：2018级的全美前2西安·威廉森和2届巴雷特完成了自己的杜克的首秀。在被问到会不会像去年的 Zion 和巴雷特一样，与怀斯曼等5星级高中生一起加入同一所学校时，爱德华兹断然拒绝。I talked to James, but that's about it. I'm not into all of that. 2020年 NBA 选秀状元的竞争，从那个时候也许就已经开始了。而随着爱德华兹的排名飙升到全国顶尖，他需要在所有名校的 offer 中进行选择。他首先拒绝了季联赛点燃队高达12.5万的合同。1个月之后，他公布了自己的最终择校名单，这其中堪萨斯、肯塔基和北卡都是全国闻名的篮球名校，而佛罗里达州立是之前自己的师兄 MJ 沃克所加入的学校。早在高1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招募爱德华兹，并承诺给爱德华兹无限的出手权。1年之后，他们又成功招募到2020级的顶尖高中生斯科蒂·巴恩斯。但是爱德华兹的选择是佐治亚大学。Where will you be attending college basketball next season? I'll be attending college basketball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在做出大学决定之后2周，爱德华兹迎来了高中的最后一次州决赛。他们的对手是去年州决赛的手下败将 Heritage 高中。2周前的地区决赛 Holy Spirit 和 Heritage 刚刚遭遇过一次。地区决赛的常规时间，双方打成平手。加时赛的最后时刻，爱德华兹在攻防两端统治比赛。他可以送出大帽，也可以用体型和爆发力直接强突取分。那场比赛，爱德华兹拿到41分，最后4.6秒，爱德华兹强突篮下，用一记2+1将比分反超。Holy Spirit 反超2分。但是紧接着 Heritage 后卫从后场发球，用一记压哨3分绝杀了比赛。而州决赛的进程也非常相似 ，Heritage 再一次占据了比赛的主动，而爱德华兹带领球队紧紧追赶比分，分差始终维持在5分以内。比赛还剩不到40秒，爱德华兹再次用2+1将分差追到只有1分。但是 Holy Spirit 在最后时刻犯下错误，一次防守漏人给了对面一次轻松得手的机会。Heritage 将分差再次拉大，最后4秒 Holy Spirit 仍然落后5分。爱德华兹的一条龙扣篮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结果，67-64，老对手 Heritage 高中复仇成功。尽管得到27分，爱德华兹和他的 Holy Spirit 错失了3连冠的机会，这成为了他的一个遗憾。在高中毕业之前，2019年3月，爱德华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入选了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互联网上曾经有这样的传说，麦当劳全美全明星曾经是麦当劳员工之间的篮球比赛，这并不属实。麦当劳全美全明星这个概念始于1977年，当时的麦当劳公司赞助了一个名为 Capital Classic 首都经典赛的高中生比赛。在首都经典赛中，来自华盛顿的高中生联队会和来自全美的球员展开一场较量。1977年，麦当劳公司就组建了一支由魔术师约翰逊所率领的名为麦当劳全美全明星的队伍去参赛。1年之后，麦当劳决定独立门户，举办属于自己的高中生全明星表演赛。与 NBA 全明星相似，他们选出全国顶尖的高中生，分成东部、西部来进行对抗。除了正赛，也有扣篮大赛、3分大赛和技巧挑战赛。很快，他们就成为全美最著名的高中生表演赛。历史最著名的球员们，诸如迈克尔·乔丹、科比·布莱恩特、勒布朗·詹姆斯，都曾在这个舞台出现过。而入选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几乎成为了美国高中生最大的荣誉。所以，入选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一直是爱德华兹的梦想和目标。2019年的麦当劳全美全明星，爱德华兹代表东部出战。他的队友除了现在效力尼克斯的阿丘瓦，效力于勇士的 TJD， 还有自己现在在森林狼的队友杰登·麦克丹尼尔斯。所以在太阳得到杜兰特之后，爱德华兹会说他没有 KD， 但是我没有麦克丹尼尔斯，因为华子早就见识过他的天赋。So, you know, they got KD, but we got Jaden McDaniels.
此外，爱德华兹的队友还有 NBA 的名宿格雷格·安东尼之子，出生于纽约的后卫科尔·安东尼。正赛中，爱德华兹获得了21分钟上场时间，得到12分，而来自纽约、从小就习惯聚光灯的科尔·安东尼得到14分、7助攻，赢得了 MVP。2019年4月，爱德华兹又被邀请参加了另一个高中生全明星赛事 Jordan Brand Classic 乔丹经典赛。1991年，早已经自立门户、拥有全美最棒高中生赛事的麦当劳停止了对首都经典赛的赞助，而首都经典赛也渐渐失去了热度。于是2002年，耐克决定出手赞助比赛。在当时02年的迈克尔·乔丹正在首都的华盛顿奇才队效力，于是耐克将 Capital Classic 更名为 Jordan Brand Classic 乔丹经典赛。比赛的地点仍然在首都华盛顿，就在奇才队主场 MCI 中心，乔丹本人也亲自到场。第一年的乔丹经典赛就邀请到了最棒的高中生球员卡梅隆·安东尼、小斯·阿德迈尔、JJ 雷迪克等人，而第二年勒布朗·詹姆斯和克里斯·保罗在乔丹面前献上了自己的表演。尽管有着崭新的开始，顶着乔丹的名号，乔丹经典赛仍然是大量高中生梦想登上的舞台。在2019年的乔丹经典赛中，爱德华兹和科尔·安东尼再次成为了队友。他15投9中，得到18分，而科尔·安东尼和对面的怀斯曼分别得到24分，他们共享了 MVP。比赛结束之后几天，刚刚拿下乔丹经典赛 MVP 的科尔·安东尼承诺加入乔丹的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这是爱德华兹当初没有选择的篮球名校，在那里他能得到更好的队友和更多的曝光。在2场全美瞩目的比赛之中，科尔·安东尼抢走了人们的关注，他是更多人心中的全美第一后卫。在 ESPN 的最终高中排名上，怀斯曼和科尔·安东尼占据了2019级高中生的前2名，而爱德华兹位于第4。此时的安东尼·爱德华兹尽管走上了全国的舞台，但却似乎还并没有在与同级球员的竞争中完全脱颖而出，他需要更多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佐治亚大学以橄榄球闻名，是一所橄榄球强校，而篮球则比较一般。自1906年佐治亚大学篮球队成立以来，最初的近80年，佐治亚大学从来没有进过全国锦标赛，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疯狂3月。即使是佐治亚的队史最佳球员 NBA 名人堂球员多米尼克·威尔金斯，在佐治亚大学的3年也没能将球队带进疯狂3月。直到1983年，球队才第一次进入了疯狂3月，而大多数时候球队都在首轮败北。而在爱德华兹加入之前，球队又已经有5年没有进入疯狂3月了。现役球员中，考特威尔·波普和尼克·克拉克斯顿来自于佐治亚大学，而安东尼·爱德华兹的加入让他成为了佐治亚最近几十年最棒的招生。爱德华兹来到佐治亚的第一个理由是离家近。在爱德华兹第一次排除选项的时候，他首先排除的就是离家远的学校，例如 UCLA 密歇根州立大学，而佐治亚大学位于佐治亚的 Athens， 距离爱德华兹的家乡 Oakland City 仅仅需要不到2小时的车程。佐治亚大学是爱德华兹的家乡学校，他想让更多人知道这所学校。除了离家近，爱德华兹的第二个理由是主教练 Tom Crean 教练。2000年，当 Tom Crean 教练在马奎特大学任教时，他招募了当时还无人知晓的德维恩·韦德，并将韦德送入了 NBA。2008年 ，Crean 教练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时，他招募了无人知晓的3星高中生维克多·奥拉迪波，并通过3年时间将他培养成 NBA 榜眼。他们2人都是身体素质出众的后卫，并都在选秀中以前5顺位被选中，而爱德华兹也是一样。但是佐治亚大学的篮球项目的预算和招募意味着爱德华兹的队友并不会很强。与他一起来到球队的高中生还有现在开拓者队的图马尼卡马拉，他比爱德华兹晚了3年参加选秀。带着成为 NCAA 冠军和 NBA 状元的野心，爱德华兹开启了大学的旅程。在 NCAA 之中，一支 D1 的学校往往会首先找到一些小学校来进行表演赛，然后参加一系列全国范围的邀请赛，与自己联盟之外的学校交战。最后他们会回到联盟，开始联盟内的比赛。前2场常规赛面对西卡罗来纳和 Citadel 这2所小学校，初来乍到的安东尼·爱德华兹分别砍下29分和24分，而与此同时，孟菲斯大学的詹姆斯·怀斯曼也在前2场分别拿到28分11个篮板和17分9篮板。这2位备受瞩目的新人仿佛已经在竞争2020年 NBA 选秀的状元。然而第3场比赛，爱德华兹仅仅得到6分，而怀斯曼也在第3场比赛之后就因为涉嫌在招募过程之中非法接受辨识的经济援助，失去了 NCAA 打球的资格。一系列表演赛和热身赛之后，爱德华兹和他的佐治亚大学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夏威夷，来到了毛伊岛，去参加毛伊岛邀请赛。邀请赛中，佐治亚大学的第一个对手是 戴顿大学。
这个赛季，戴顿的大二球员奥比托平完成了进化，他成为了球队首发，数据从14.4分、5.6个篮板增长到20分、7.5个篮板，还有60%以上的命中率和接近40%的3分命中率。他的表现让他强势进入20年的选秀候选人之中。在打出一个精彩的赛季之后，奥比托平在赛季结束成功成为2020年 NBA 乐透秀。他在第8顺位被加强的纽约尼克斯队选中。本场比赛，戴顿早早取得巨大的领先优势，以一场大胜结束了比赛。托平得到25分，而爱德华兹10投2中，仅仅得到6分。赛季开始的5场常规赛，对手都不是名校，但爱德华兹却出现了2场哑火的表现，这不禁引发了外界的质疑：难道爱德华兹在高中引以为傲的得分能力在 NCAA 行不通？而下一场比赛，爱德华兹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毛伊岛邀请赛的第2天，邀请赛的第2个对手是全国排名第3、由 Tom Izzo 教练带领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作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主教练，名帅 Tom Izzo 也是很早就关注到爱德华兹的教练之一。爱德华兹面对的这支19-20赛季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他们连续3个赛季取得了 Big Ten 联盟的冠军，也刚刚在几个月之前打进过 Final Four， 距离总决赛只有1步之遥。在被决赛拒之门外之后，球队的核心成员温斯顿、蒂尔曼、亨利等人纷纷留校。这个赛季，他们志在赢得全国冠军。上半场，爱德华兹10投2中，仅仅得到4分，而密歇根州立建立了20分的领先。似乎这又是一场佐治亚阵容不佳，爱德华兹进攻哑火所导致的大比分败北。下半场前4分钟，密歇根州立将分差拉大到将近30分，然后爱德华兹开启了自己爆炸的得分表演。他带领佐治亚连续打出一波20比3的冲击波。下半场他得到33分，他凭借各种急停3分和干拔3分，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20多分的分差抹平。全场比赛，爱德华兹得到37分，3分球13投7中。最后几分钟，分差一度缩小到了2分，但是爱德华兹的得分表现并没有改变结局。最终，佐治亚以85比92败下阵来。第3天，佐治亚的对手是来自夏威夷的本土学校 Chaminade， 这是一所 D2 级别的学校。NCAA 的联赛中，学校分为3个级别 ：D1、D2、D3， 各个级别对学校都有相应的要求和门槛。D1 级别的学校都是相对大型的学校，水平也是最高的。D1 学校对 D2 学校，这本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然而，就是这样一所 D2 学校，却和佐治亚打得难解难分。比赛最后时刻，双方战成77平。佐治亚后场发球，爱德华兹后场带球推进，他并没有利用队友的挡拆，而是用一记 NBA 3分线的干拔3分绝杀比赛，也结束了这跌宕起伏的3天。全场比赛，爱德华兹得到24分。毛伊岛邀请赛的比赛似乎也预示着爱德华兹和他的佐治亚即将迎来一个艰难的赛季，因为他们并没有绝对强大的阵容。赛季前2个月，佐治亚共计取得10胜3负的战绩，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佐治亚大学即将开始 SEC 联盟的内部比赛。SEC 东南联盟是 NCAA D1 中实力最强的联盟之一。NCAA 著名的体育名校肯塔基、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田纳西、LSU 等大学都在 SEC 联盟。而回到 SEC， 佐治亚大学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名校肯塔基大学。19-20赛季的肯塔基大学相对成熟，外线有大2的伊曼纽尔·奎克利，而内线有大3的尼克·理查兹。2018年，身为5星级高中生的他和 SGA 一起进入肯塔基。经过了3个赛季的成长，大3赛季的他终于成为了球队的重要成员，也将场均4分不到的得分提高到了14分。奎克利和理查兹有天赋，曾经也是5星级高中生，也在大学逐渐进步，成为球队最重要的成员。肯塔基的另一名首发后卫是爱德华兹的同级生泰瑞斯·马克西，肯塔基刚刚招募到的5星级高中生。几个月之前的麦当劳全明星和乔丹经典赛中，马克西都是怀斯曼身边的后卫。与爱德华兹一样，他们3人也志在冲击 NBA。这个赛季结束，肯塔基取得了 SEC 常规赛第1的战绩。比赛一开场，爱德华兹就连续进攻马克西，而佐治亚大学取得5-0的领先。他能利用身体优势去欺负对位的马克西，也能在换防之后利用动作速率去错位小打大。整场比赛，爱德华兹17投8中，得到23分，但同时另一边的马克西也同样表现出色，拿到17分、8个篮板、8个助攻、4个抢断的全面表现。在那场比赛之后，马克西知道自己一定能被 NBA 球队选中，于是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去上过课。From our first all the way up to January, I went to every single class. We played against Anthony Edwards in Georgia. I had
19 points, 8 assists, 8 rebounds, 4 steals, 2 blocks. The next day was Wednesday. I was like, I'm not going to class. 最终，肯塔基取得比赛的胜利。佐治亚的第二场比赛，他们又以接近20分的分差输给了奥本大学。比赛结束，爱德华兹一头钻进球馆，训练到凌晨1点。接下来的几天，他每一天都训练到深夜。第3场比赛，他强势反弹，对阵田纳西大学的比赛之中，爱德华兹得到26分，带领球队取下 SEC 首场胜利。但是佐治亚并没有因此走上正轨，他们再次经历了一波4连败。于是爱德华兹再次上演了一场华丽的个人表演。对阵德州农工的比赛之中，爱德华兹得到29分、15个篮板、2次助攻、2个抢断，这是 NCAA 历史上第4位拿到这个数据的新秀。全队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得分上双，但是佐治亚仍然取得了15分的大胜。赛后，德州农工主教练吉米·巴特勒曾经的恩师 Buzz Williams 对他的身体素质和努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好景不长，接下来的4场比赛，佐治亚大学又迎来了一波4连败，这其中就包括对阵宿敌佛罗里达大学的比赛。佐治亚大学是佛罗里达大学最大的宿敌，两队同处 SEC， 也都是橄榄球的强校。但是在篮球方面，佛罗里达明显更胜一筹。2006和07年，佛罗里达曾经在疯狂3月实现过2连冠的壮举，而佐治亚大学历史上只经过2次16强。在19至20赛季，佛罗里达的阵容中有3位现役 NBA 球员。特雷曼恩、内姆哈德还有 Keontae Johnson。约翰逊是当赛季佛罗里达大学的头号得分手，但几个月之后却在一场对阵佛罗里达州立的比赛之中突然昏倒在地。几十个小时之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他本可以轻松放弃篮球，以教练的身份留在校队，约翰逊却选择重新起航。经历了1年半的空窗期之后，他转学到堪萨斯州立，打出了大学生涯的巅峰表现，并和诺维尔一起在疯狂3月之中书写了 KSU 的童话故事，并最终成功加入 NBA， 这是后话了。而来自佛罗里达本地的大一新生特雷曼恩是爱德华兹的同级生，在几个月前的麦当劳全明星和乔丹经典赛中，他是怀斯曼和马克西的队友。本赛季大一的他没有得到太多的表现机会，在大2赛季曼恩迎来爆发，并最终在21年首轮18顺位被雷霆队选中。开场之后，爱德华兹连续命中3分，前8分钟他就得到12分。半场结束，佐治亚领先14分。下半场，佐治亚领先优势一度达到了22分。然后，佛罗里达这几位未来的 NBA 球员开始了他们的反击。8分钟的时间，他们打出一波23比2，然后内姆哈德用1记3分反超了比分。最终，佐治亚再吃一场败仗。爱德华兹得到32分，但是佐治亚大学距离疯狂3月已经越来越远。被佛罗里达大学逆转之后3天，佐治亚大学迎来了另一位宿敌阿拉巴马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和佐治亚一样，都是橄榄球名校，常年位于 SEC 联盟乃至全国的顶端。这场比赛，爱德华兹会面对他在选秀中的竞争对手小凯拉·刘易斯。因为在高中时选择跳级，大一的凯拉·刘易斯是 NCAA 历史上最年轻的出战球员。虽然现在已经大2，他仅仅比爱德华兹大4个月。在两人的对决之中，爱德华兹17投仅有5中，得到14分、12个篮板，而刘易斯则狂砍37分。本赛季结束，他也在2020年成功成为 NBA 乐透球。他在13顺位被鹈鹕队选中。进入 NBA 之后，休赛期的爱德华兹和刘易斯还会在一起训练。随着爱德华兹错失扳平的3分，阿拉巴马加时取胜。SEC 的前12场比赛，佐治亚仅仅赢得2场比赛，战绩为2胜10负。常规赛只剩下6场比赛，越来越多的 NBA 球探来到球场观看爱德华兹的比赛。佐治亚大学也连续战胜了奥本和范德堡大学，取得了赛季的第1次2连胜。对阵南卡大学的比赛之中，佐治亚大学期待取得一波3连胜，但是南卡并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他们也要在赛季末锁定疯狂3月的名额。就在2周之前，两队刚刚交手过一次，佐治亚在主场输了16分，而这场比赛，佐治亚的球员们决定要扳回一场。本场比赛，爱德华兹以50%的命中率砍下36分，这是赛季第2高分。最后7.5秒通过罚球，爱德华兹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开场，爱德华兹又通过1记反跑获得了扣篮得分的机会，让佐治亚取得领先。在南卡反超比分之后，他又通过1记转身上篮，将分差追到只有1分。但是随着爱德华兹错失2记罚球，佐治亚也失去了扳平比分的机会，遗憾败北。尽管输球，爱德华兹仍然非常乐观。We came out to play tough. We didn't let them punk us. Last game, we just let them punk us. Last game, they basically told us we're not scoring, and they are. So this game, we was like, you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score too.
赛季仅剩3场比赛，场下的 NBA 球探也越来越多。对阵阿肯色大学的比赛，场下坐了近20支球队的球探。除了爱德华兹之外，球探们观察的对象还有阿肯色的得分手梅森·琼斯和伊萨乔。阿肯色的王牌球员梅森·琼斯场均可以得到22分，是 SEC 联盟的得分王和一阵球员，而伊萨乔场均可以得到接近17分。他们2人都在赛季结束之后加入 NBA。比赛开场，爱德华兹承担起了防守梅森·琼斯的任务，而佐治亚的防守让阿肯色接近5分钟都没有得分。佐治亚打出了一波14-0的开场。下半场，佐治亚的领先一度达到18分，但是阿肯色也很快将比分迫近。比赛还有6分28秒，佐治亚的领先只剩1分。相同的逆转剧情似乎又要再次重演。这个时候，佐治亚的大四后卫 Tyreke Crum 站了出来，他连得5分。而在最后时刻，阿肯色通过3分追分的时候，爱德华兹通过突破和罚球包办了球队最后的9分，帮助佐治亚奠定了胜局。本场比赛，爱德华兹得到26分7篮板，他的表现给阿肯色的主教练 Musselman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佐治亚在 SEC 中的第5场胜利，却也是佐治亚常规赛的最后一场胜利。赛季的最后2场比赛，球队接连惨败，对阵 LSU 的比赛甚至输了30分。常规赛结束，佐治亚在 SEC 联盟中的战绩仅为5胜13负，位列第13名，倒数第2。他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进入疯狂3月的可能，除非他们能在接下来的 SEC 锦标赛中取得冠军。SEC 锦标赛的第1轮就像 NBA 的附加赛，或者疯狂3月的 First Four， 大多数强队会轮空。在 SEC 锦标赛中，佐治亚被定为13号种子，而首轮中他们面对的是难兄难弟12号种子密西西比大学。对阵密西西比大学的比赛，佐治亚大学从开场就保持领先，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胜利。然而爱德华兹打满40分钟，13投2中，其中1球还是垃圾时间的扣篮，仅仅得到6分。这是整个赛季爱德华兹得分最低的3场比赛之一。他需要在锦标赛后续的比赛中证明自己打硬仗的能力。然而他并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 SEC 锦标赛仅仅打了首轮的2场比赛就被迫结束，而随后的疯狂3月也被迫取消。爱德华兹的大1赛季就这样被迫结束了。回顾整个大1赛季，爱德华兹的运动能力和得分能力有目共睹。在佐治亚的队内测试中，爱德华兹的弹跳达到了106厘米，他场均得到19.1分，32场比赛中有27场得分上双，各项数据都在全队顶尖。他当选 SEC 最佳新秀，入选 SEC 最佳新秀阵容和 SEC 第2阵容。他入选全国最佳得分后卫奖项杰里韦斯特奖的最终候选人名单。而过去几年杰里韦斯特奖的得主，不论是2019年的RJ巴雷特、2018年的卡森爱德华兹、2017年的马利克蒙可、2016年的巴利希尔德，还是2015年的迪安吉洛拉塞尔，都是 NCAA 中赫赫有名的得分后卫。他们要么在疯狂3月之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要么以高顺位加入 NBA。但另一方面，爱德华兹的进攻效率并不高，40%的投篮命中率和29.2%的3分命中率，疯狂的投篮选择和防守端的不稳定，还是让大众存在质疑。除此之外，他也没有通过 SEC 锦标赛或者疯狂3月的硬仗证明过自己。他的唯一一场 SEC 锦标赛比赛表现糟糕。尽管存在争议，爱德华兹仍然决定参加 NBA 选秀。选秀前，他自比德维恩·韦德，甚至是比韦德更好的球员。然而韦德却完全没有生气，他还将爱德华兹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状元人选。2020年的 NBA 选秀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爱德华兹能否顺利当上状元？来到 NBA，华子又经历了什么？就让我们下一章再见。